最近全球金融市场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大事。8月25日，特朗普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要炒掉美联储的理事库克。总统炒美联储理事，你没听错，这个在美联储成立超过110年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这不只是一则普通的财经新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一个可能动摇全球金融体系根基的信号。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不过是美国的政治斗争，跟我们这些普通投资者有什么关系？这件事的影响远比你想象的要深远，它不仅关系到你我的投资组合，更可能是一个全球金融体系转折点的开始。美元的地位、黄金的价格、全球资金的流向都可能因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的影片我会带大家深入拆解这件事背后的重重黑幕。我们会探讨：第一，特朗普明知会引起轩然大波，为什么也要炒掉美联储理事？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政治盘算？第二，美联储一旦失去独立性，会对全球市场造成多大的冲击？为什么说这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第三，去美元化的浪潮会不会因此加速？第四，作为聪明的投资者，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可能到来的金融风暴？你的资产配置需要做出哪些紧急调整？如果你想保护你的财富，如果你想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不想在下一场金融危机中成为被收割的韭菜，请你一定要把这条影片完完整整的看完。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学会在这种大变局中如何挑选真正能够保值增值的优质公司。也记得点赞、订阅、分享，让更多人看到这个重要的信息。好，我们先来看看这次事件的主角特朗普和库克。库克是谁？她是美联储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女性理事，由前任总统拜登提名。而特朗普给出的解雇理由是，库克被指控有房贷诈骗的嫌疑。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对吧？有正当理由，总统就可以解雇美联储理事。但问题是，这个指控目前还没有经过法院证实。在美国的法律体系里，一个人被证实有罪之前都是无罪的。特朗普在这个时间点用一个还没被证实的指控，就急匆匆的要开除一位由对手政党提名的美联储官员。你觉得这背后单纯吗？当然不单纯，这个根本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操作。我们要搞清楚美联储是什么，它是美国的中央银行，负责制定货币政策、控制利率、维持金融稳定。它的独立性是整个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信心的基石。这个独立性意味着美联储的决策应该只基于经济数据，而不是总统的个人喜好或者政治需求。那特朗普为什么要破坏这个规矩呢？答案只有一个，他要完全掌控美联储。我们来算一笔账，美联储的理事会有7个席位，在这次事件之前，特朗普已经成功安插了3个自己人进去，而库克是拜登任命的。如果特朗普成功把库克踢出局，他就可以提名第4个人。这样一来，7个理事中就有4个是特朗普的人，他就拥有了理事会的绝对多数控制权。大家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一旦美联储被总统控制，它就不再是独立的中央银行，而是变成了白宫的提款机和政治工具。市场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利率政策不再是为了稳定经济，而是为了服务某个总统的连任需求。比如说，特朗普一直以来都公开施压美联储，要求他们大幅降息。他甚至多次公开辱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他是 Mr. Too Late， 是个 numbskull，行动太慢，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他为什么这么着急降息？因为降息可以刺激股市上涨，制造经济繁荣的景象，这对他的选情非常有利。但问题是，现在美国的通胀压力还在，随便大幅降息，很可能会让通胀猛虎出笼，再次失控。到时候经济可能会陷入更深的泥潭。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虽然过去在加息问题上也被批评过行动太慢，但他们至少还在努力维持政策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试图在抗通胀和稳增长之间走钢丝，实现软着陆。可一旦特朗普的人马掌控了美联储，这条钢丝可能就直接断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变得极度短视和民粹，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
不惜牺牲长期的经济稳定。这就像一个家庭，家长为了讨好孩子，不断给他吃糖，结果把孩子的牙齿全搞坏了，身体也搞垮了。短期来看，孩子很开心，但长期来看是毁灭性的。所以这次解雇事件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变动，它是特朗普向全世界宣告，我要把美联储变成我的武器。这种做法正在动摇全球对美国金融体系最核心的信任，而这个信任恰恰是美元霸权的根基。说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屈爸爸，你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别急，接下来我会用历史和数据告诉你，为什么这件事的后果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总是惊人的相似。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会在历史中吸取教训。当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失去独立性，沦为政治的附庸时，往往就是灾难的开始。我给大家讲一个大家可能没那么熟悉，但极具警示意义的例子。1970年代的美国大通胀时代，在二战之后，美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繁荣，但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问题开始出现了。当时的美国政府一方面要应对越南战争巨大的开支，另一方面又要推行国内雄心勃勃的伟大社会计划，财政赤字急剧扩大。当时的总统尼克松为了赢得连任，需要一个看起来繁荣的经济。他向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要求他维持低利率，刺激经济。伯恩斯虽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但在巨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他妥协了。结果是什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没能及时收紧，导致通胀像脱缰的野马一样狂奔。到了1979年，美国的通胀率一度飙升到惊人的13.3%，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整个国家陷入了严重的滞胀，也就是经济停滞和高通胀并存的噩梦之中。这段痛苦的历史给美国留下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训，绝对不能让政治干预货币政策。直到后来，一位被誉为通胀斗士的铁腕人物上台，他就是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沃尔克顶住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以铁腕手段将利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20%。这个决定在当时引发了剧烈的经济衰退，无数企业倒闭，失业率飙升。沃尔克本人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但正是这次短痛，才最终驯服了通胀这头猛兽，为美国之后长达20年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沃尔克用他的行动重新确立了美联储的独立性和信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就像一艘大船的压舱石，它必须有能力在所有人都想着狂欢的时候保持清醒和理性，做出那些虽然不受欢迎但对长远有利的艰难决定。如果船长可以随意搬走这块压舱石，那这艘船在风暴来临时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现在特朗普正在做的就是试图搬走这块压舱石。他对鲍威尔的持续攻击，对美联储理事的粗暴干预，都是在重蹈尼克松时代的覆辙。他想让美联储变成他的应声虫。他说降息，美联储就必须降息，完全不顾经济的实际情况。如果他成功了，短期内市场可能会因为降息的预期而狂欢，股市可能会再创新高，但这种靠打鸡血催生出来的繁荣是极其脆弱的。一旦潜在的通胀风险爆发，或者出现其他的黑天鹅事件，市场的信心就会瞬间崩溃。到那个时候，人们会问，这个美联储还值得信任吗？他的决策是基于专业判断，还是基于总统的推特？当所有人都开始怀疑的时候，美元的信誉，这个美国过去几十年最重要的金融资产，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这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也是最核心的问题：美元霸权还能保得住吗？美元霸权，简单来说就是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结算货币和定价货币。全世界的贸易大部分是用美元来结算的，各国的中央银行储备的外汇里，美元占了绝大部分。石油、黄金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都是用美元来标价的。而美联储的独立性就是这个信任体系的核心支柱。全世界之所以相信美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美联储是一个独立专业的机构，
他的货币政策是可预测、负责任的。现在特朗普的所作所为就是在亲手拆掉这根支柱。当全球的投资者、各国的央行看到美国总统可以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随意干预美联储的决策，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这个庄家开始不守规矩了，他手里的筹码随时可能因为他的个人意志而大幅贬值。这种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市场的直接反应。在特朗普宣布要解雇库克的消息传出后，美元指数应声下跌，而黄金价格则大幅拉升。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的避险情绪在升温，资金开始寻找美元的替代品，而黄金作为几千年来最传统的避险资产，自然成为了首选。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有讲过去美元化，去美元化这个趋势近年来一直在悄悄进行，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在双边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中国和巴西之间的贸易都在增加人民币结算的比重。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做？因为过去几年，美国把美元武器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对其他国家进行金融制裁，冻结别国的美元资产。这种做法让很多国家感到不安，他们意识到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美元这一个篮子里是非常危险的。而特朗普现在对美联储的干预，无疑是为这股去美元化的浪潮踩上了一脚大大的油门。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全世界，美国的金融体系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可靠，总统的权力可以凌驾于制度之上。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长期来看会发生什么？第一，全球储备资产多元化，各国央行会加速减持美国国债，转而增持黄金、欧元、日元，甚至人民币等其他资产，这会导致美国的融资成本上升，削弱美国发债印钞的能力。第二，全球贸易结算体系变革，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建立绕开美元的结算体系，比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或者区域性的货币联盟，都可能成为新的选项。第三，大宗商品定价权动摇，石油输出国组织等资源国家可能会开始考虑用一篮子货币，而不仅仅是美元，来为石油等大宗商品定价。这三件事，任何一件发生，都将是对美元霸权的沉重打击。如果三件事同时发生，那将是一场全球性的金融海啸。美元的崩溃会引发全球性的资产价格重估，市场的波动性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不是说美元明天就会崩溃，建立一个全球货币体系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摧毁它也同样需要时间。美元的霸权地位，短期内还没有其他货币能够完全取代，但是裂缝已经出现，而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特朗普的这些操作，就像是在一艘看起来还很坚固的大船上凿开了一个又一个的洞，短期内船可能还能航行，但所有人都知道，这艘船的风险正在急剧增加。当风暴真的来临时，谁也不敢保证它不会沉没。作为投资者，我们不能等到船真的要沉了才想起来要找救生艇，我们必须提前布局，做好准备。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也是对大家最有实际帮助的部分。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普通投资者的钱应该放在哪里才安全？面对特朗普可能引发的这场金融变局，以及加速的去美元化趋势，我给大家提出以下几个核心的资产配置建议，请大家一定要记下来，这可能是未来几年保护你财富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多元化。多元化还是多元化，重要的事情说3遍。在一个单一霸权可能动摇的时代，把所有资产都押注在单一国家、单一货币上是极其危险的。过去几十年，大家习惯了买美股，持有美元资产，因为那是全球最安全、流动性最好的市场。但未来这个逻辑可能不再成立。
你的投资组合需要进行全球化的配置。除了美国市场，你应该开始关注一些估值不高的市场，例如港股、中概股和 A 股，这些市场也有许多增长亮丽的股票。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在这么多市场、这么多股票中，你怎么知道哪些是真正的优质公司，哪些能够在这场金融变局中不仅生存下来，还能大幅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花了30多年时间总结出了一套系统化的选股方法。这套方法能帮你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都能找到那些真正有价值、能够穿越周期的优质公司。不管是面对美元霸权的动摇，还是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掌握正确的选股方法就是你最大的护身符。点击资讯栏的第一条链接可以了解更多。同时，在资产类别上也要多元化，除了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都应该在你的组合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才能东方不亮西方亮，对冲掉单一资产类别的风险。第二，增持黄金等贵金属。我刚才已经分析了，当市场对法定货币，特别是美元的信心动摇时，黄金的避险价值就会凸显。黄金是唯一不属于任何国家主权信用的硬通货，它不能被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随意印刷出来。在你的投资组合中配置一部分黄金，就像是给你的财富买了一份保险。当金融风暴来临时，这份保险可能会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除了实物黄金ETF 或者优质的金矿公司股票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三，保留充足的现金，保持灵活性。在一个充满变数的市场里，现金为王，这句话永远不会过时。这里说的现金不仅仅是美元现金，也可以是港币、瑞士法郎等相对稳健的货币。保留充足的现金有2个主要目的，第一是防御，当市场出现剧烈下跌时，你有足够的弹药来应对生活开支，不至于被迫在低位割肉卖掉你的优质资产。第二是进攻，当市场恐慌性抛售，优质资产的价格被打到骨折的时候，你手里的现金就是你抓住历史性机遇的最好武器。就像巴菲特一样，在别人恐惧的时候，你才能贪婪。总结一下，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3个关键词：全球多元、增持黄金、手握现金。这是一个攻守兼备的策略，既能帮助你抵御潜在的风险，也能让你不错过未来的机会。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从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这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出发，层层深入分析了他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冲击，回顾了央行被政治绑架的历史教训，探讨了它如何成为去美元化的加速器，最后也给出了我们投资者具体的应对策略。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正处在一个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过去几十年，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规则和假设都可能在未来被颠覆。美元霸权这个支撑了战后全球金融秩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体系，正迎来最严峻的挑战。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危机也是转机。危机在于，如果你还抱着旧地图想寻找新大陆，你很可能会迷失方向，甚至触礁沉没。转机在于，每一次旧秩序的瓦解都伴随着新秩序的建立，这其中必然会诞生新的财富机会。关键是你要有能力识别这些机会。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最重要的不是预测市场会怎么走，而是学会如何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都能找到真正优质的公司，这才是你财富增长最可靠的基础。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按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因为我会把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吸收。我们下次再见。